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对洛马和雷神公司发起了制裁，打击面不大，但震慑力不小。由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执意向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装备。2月16号，中国外交部宣布对这两家公司发起制裁。中国商务部同时公布了对这两家公司的各项处罚内容。洛马公司与雷神公司主要生产军火，选择这两个公司作为制裁的对象，对中方进出口影响不大，特别是对于中国的高技术进口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可能有人会问呢，既然这两家公司和中国基本上不做生意，那制裁他们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事儿。作为美国头部的顶级军火商，洛马和雷神背后都是大型财团。除了这两个公司之外，这些财团对其他的关联企业还有很多的投资和控股。洛马和雷神自身还直接控制了一部分高技术制造企业。根据尚未证实的消息，某些在中国市场上很流行的机电产品，其制造商就是洛马或者是雷神来持股的。如果中国严格落实制裁措施，这些企业就会是处罚的对象。除了这两家公司之外美国还有数量庞大的军火商群体，有些是老牌企业，也有一些是新兴企业。我们最熟悉的老牌军火商里有波音公司、霍尼韦尔公司。美国出售给台湾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就是波音的产品，而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几乎每一种航空兵器中都离不开霍尼韦尔的电子系统。至于电子信息企业，横跨军民两条线的就更多了。比如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英特尔公司，除了向民用市场提供处理器和内存之外，也为军用武器系统供应各种各样的芯片。这些芯片不可避免地装在军火上出售给了台湾。还有美国出售给台湾的 F-16战斗机，发动机都是美国的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生产的。另外，几乎所有的武器装备上都离不开尼龙。美国军火商所使用的尼龙材料大多数来自于化工巨头杜邦公司，但是考虑到上面这些企业在中美贸易中的作用，也考虑到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还不能够提供相应的替代产品，所以把他们作为制裁对象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我们中国的 C919 大飞机虽然已经取得了适航取证，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但是产能还没有上来，中国的国内航线仍然需要大量的波音737飞机来直飞。即使是 C919 飞机本身也采用了大量的霍尼韦尔公司的航空电子设备。波音公司出口给中国的多个民航飞机型号，同样的也采用了惠普公司生产的发动机。至于英特尔芯片，在中国市场上依然占有统治地位。杜邦公司也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设置了为数不少的工厂来生产各种各样的化工产品，其中也包括尼龙材料。如果按照美国的做法，这些公司通通都应该受到处罚。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保持中美双边的正常贸易对中国有利，另一方面是我们中国有意向美国的企业发出一些警告，希望他们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美国政府重新考虑、重新掂量，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对台军售或者是军援。大陆要是想出手惩罚美国企业，既不缺法律，也不缺证据，更不缺抓手。随着高技术产业国产化进程的推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低。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步洛马或雷神的后尘，被中国放手制裁，而不会有什么恶性后果。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各个电子信息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美国政府迟早要在贸易战和脱钩战中向中国低头。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